他在河边散步时，脚边突然窜出烟花，他吓得尖叫跌倒，始作俑者却隔着烟火与他相望。也就是这一眼，让少女乏味的青春有了出其不意的转折。听说男生名叫春川，是个出了名的校霸，闺蜜劝她要离那人远些才好。可她也是昨天刚知晓，那个凭空冒出来的人，竟跟自己表哥是好友。自那天起，春川总是时不时出现在她面前，还会隔着教室玻璃冲她挥手。知道对方来者不善，她刻意同春川保持距离，谁料那人今日却变本加厉跟在她身后。少女刚要质问对方是何用意，突然听到自己手机铃声响起，然而接电话的却另有其人。远远听见那人在电话里跟自己表哥聊起晚上吃什么，他才发现原来春川是表哥的客人。回家路上，一只萤火虫吸引少女伸出手，疾驰的列车猝然到来，让少年紧张地拉住。一路的相处让他们距离变近，没想到少年却出其不意。他不相信所谓的一见钟情，但夜晚回到家仍然为少年的直白内心动摇。那是一向弯弯绕绕的他不敢想的事。但少女不知道的是，春川对她的感情并不肤浅，甚至这份情感已经深藏许多年。儿时的春川经常被妈妈暴力相对，有一次误拨通了一个号码，谁料竟然穿越时空打到了女孩这边。孤独的小春川总是给少女留言，自顾自地讲述心事，可电话另一头的少女回拨后却一直是空号。起初感觉毛骨悚然的他还在跟哥哥抱怨，但习惯后便也任由男孩去。两人的情况是一人在明一人在暗，女孩怎么也没料到那个穿越时空的电话竟然是儿时的春川打来的。长大后的春川见到少女时，这份穿越时空的情感早已膨胀，于是他便主动一次又一次的靠近。春川对女孩的攻势越发大胆。一个雨夜，女孩由海在路上见到春川正跟一个女人碰面，那人递给少年一叠钞票，可春川刚要接走，女人就坏心眼的松了手。见状，春川也没有抱怨，只是低下头默默捡起被雨水打湿的钞票。这是少女第一次看到春川的脆弱，询问得知女人是少年的妈妈。在她时起，女人总将她一个人丢在家，动辄领回不同的男人，放任他们对自己羞辱打骂。所以在不幸中长大的她已不奢求被爱，唯一维系她和母亲关系的就是每月的生活费用。春川的话触动了有海，自小无父无母的她被寄养在表哥家，自卑与敏感包裹了她整个青春。她感受到和眼前之人同频的灵魂，所以两人便不知不觉聊到深夜。而这一次，对于少年亲密的靠近，少女没有抗拒，坦诚相对的两人感情刚刚升温。这日好友就说出了坏消息，方才春川因为上学带烟已被退学。她看着闺蜜心虚的目光，明白一定是那人在背后举报。在离开学校前，少年想再看一眼披发的少女，便用美工刀划开了她的皮筋，但后方闺蜜的叫喊让少女下意识回头，脸上就被刮出一道细细的伤口。老师的到来让误会越来越深。有海的身世是春川的底线，这次他直接被激怒。少女一把握住铁片，将少年拦住，不忍心让有海受伤的春川只好逃离了现场。口供一直录到了晚上，偏偏春川还一直不接电话，少女只好冒雨去寻他。果然春川独自待在静谧的灯塔，他先是担心的查看女孩的伤口，都坦白了自己并不是第一次捅人。面对少年的剖白，女孩没有说话，而是轻轻拥住他，给予安慰。那天之后，他们逃到了郊区的空房子里，一起吃饭逛街，一起在阳台放烟火。准备安稳下来的少年将头发染黑，看着打麻将时误打误撞赢了的少女，他只是宠溺的笑。春川朋友表示自己可以帮两人跑路，但他要春川确定是否可以担起女孩的未来。春川犹豫了，因为他清楚自己能力有限，所以他准备最后一次跟妈妈拿钱。另一边警察也已找上门来，趁着警察不注意，有海甩开两人逃跑。他惊慌地给少年拨去电话，彼时的少年正准备跟妈妈见面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在母亲的视角中，儿子是个被通缉还张口闭口只知道要钱的无底洞，所以他决定让一切结束。少年一声声呼唤着妈妈，用近乎绝望的眼神望向那人。这不是妈妈第一次抛弃他，但这是妈妈最后一次抛弃他。在约定的地点等了很久，春川也没有出现。他沿着街四处寻找，却发现少年的手机被丢在地上。远方不时鸣起的警笛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。
彼时的少年浑身被雨水打透，正孤零零地瘫倒在地。他一直记得最后一次抚摸春川的时候，那人是没有温度的。最后一眼望向春川的时候，那人就如同一个被丢弃的木偶，灵魂都褪去了颜色。バカだしガキだし、あんたのこと大事にできないかもだけど、ちゃんと考えるから、ちゃんと守るし、頑張るから。春川的求救以电话的形式对他呼喊了10多年，可到了最后，他还是没能将那个少年从深渊中拖拽出来。